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跟大家讲一个特别让人感慨的故事，是关于我们一位大陆女医生小林的经历。别看她现在在台湾生活的多滋润，当初她的决定可是引来了不少争议呢。小林是我们这边三甲医院的心内科医生，技术那叫一个棒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副主任，在大陆的年薪轻轻松松过100万。按理说，这样的条件找对象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可偏偏缘分这种事情真的是说不准。记得那是3年前，小林去台湾参加一个医学研讨会，认识了现在的老公阿伟。阿伟是台北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，人长得帅气又有涵养，会弹钢琴，还特别会照顾人。两人相见恨晚，研讨会结束后就一直保持联系。哎呀，当时我就觉得阿伟跟大陆的男生不太一样。小林跟我说起初次见面的感受，眼睛里还闪着光，他不会动不动就炫耀自己多有钱，开什么豪车，而是很认真的跟我讨论医学问题，还会关心我的想法，太加分了。半年异地恋后，阿伟求婚了，还说希望小林能去台湾发展，这下可把医院的同事们炸开了锅。林医生，你疯啦？台湾能有什么好工作？那边医生待遇能比得上咱们这儿吗？就是啊，你可是咱们医院的金牌医生，年薪100万呢，去了台湾收入肯定要砍一半，人家台湾现在经济不行，你这不是自降身份吗？面对同事们的不解，小林却笑着说，你们只看到了收入数字，却没看到生活质量。文明的地方没有腐败，工作可以更轻松，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小林告诉我，他在大陆的工作虽然收入高，但压力实在太大了，每天门诊量爆满，动不动就是50-60个病人排队等着，中午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，更不要说那些红包文化和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了。你知道吗，丽姐，小林悄悄告诉我，我们医院有些科室不给红包根本看不上好医生，病人为了能尽快手术，塞个几万块钱红包是常事。我一直坚持不收，但周围的环境就是这样，让人很无奈。而且大陆的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真的令人揪心。小林说，他曾亲眼目睹过同事被患者家属辱骂甚至殴打的场景，医院里到处贴着理性看病、文明就医的标语，保安比医生还多。每天上班，他都感觉自己像是去了战场。我不是没爱国情怀，小林解释道，但医生本该是受人尊敬的职业，不应该活在恐惧中。我想要一个能专心看病，不用担心被投诉、被骂、被打的环境。就这样，小林做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决定，辞去大陆的高薪工作，远嫁台湾，在阿伟所在的医院找了份工作。临行前，医院给小林开了欢送会，表面上大家都是祝福，背地里却有不少闲言碎语。听说台湾那边医生只有30-40万新台币一年，折合人民币才10来万，他这不是自甘堕落吗？肯定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等清醒了就知道后悔了。我看啊，不出2年他就会灰溜溜的回来。面对这些质疑，小林只是微微一笑，等我在台湾站稳脚跟，欢迎大家来做客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个选择了。小林的台湾生活真的如他想象的那样美好吗？医疗环境真的比大陆好那么多吗？别急，且听我慢慢道来。初到台湾，小林确实经历了一段适应期，虽然同样是讲中文，但台湾的用语习惯和大陆差别还是蛮大的。比如大陆说的急诊科，台湾叫急诊部，大陆的护士，台湾则称为护理师，就连医院里最常用的病历，台湾人都叫病历表。刚来的时候，每天都像是在学习新语言。小林笑着说，有一次我跟病人说，您需要做个心电图，结果对方一脸茫然。后来才知道台湾叫心电图，而且发音也不一样，但是语言障碍很快就被克服了。真正让小林惊喜的是台湾医疗体系的运作方式和医患关系。首先，台湾的医疗制度非常规范透明，健保卡一刷，病人的所有就医记录、用药情况立刻显示出来，医生可以直接了解病史，避免重复检查和用药冲突。而在大陆，因为医院之间信息不互通，病人经常需要重复做检查，不仅浪费医疗资源，还增加了患者负担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没有红包文化。小林激动地告诉我，
台湾医生收入虽然比不上大陆的三甲医院，但胜在清清白白，不用背负道德压力。病人来看病就是看病，不会塞红包，也不会有人觉得给了钱就应该得到特殊照顾。小林在台湾医院工作的第1个月，就遇到了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。有个老先生因为心脏问题需要手术，家属特地带了1盒高级茶叶来感谢医生。结果院方不仅婉拒了礼物，还向家属详细解释了医院的廉政规定。你能想象吗？在大陆，很多医生收红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，有些甚至会明码标价。而在这里，即使是1盒茶叶都会被婉拒，这种差别真的让人感慨。更让小林感到惊喜的是，台湾的医患关系和谐得多，医院里没有铁栏杆，没有防爆设施。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交流更像是平等的对话，而非居高临下的指导。在台湾，医患信任度特别高。小林说，病人会认真听医生的建议，不会动不动就怀疑你是为了多赚钱才开这些检查。医生也有足够的时间跟每位病人解释病情，不像在大陆，一上午要看50-60个病人，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。台湾的医疗制度注重全人照护，医生不仅关注病人的身体状况，还会关心心理健康和家庭支持系统。小林所在的医院甚至有专门的社工部门，帮助经济困难的病人申请补助。这种对病人的尊重和关怀，让我感到医生这个职业的真正价值。小林感慨道，不再只是一个治病的技术工人，而是真正在帮助人。当然，收入确实有所下降。小林坦言，他在台湾的年薪约合人民币40多万，不到他在大陆时的1半。但他认为生活质量的提升完全值得这个代价。首先，工作强度小多了。大陆时，我经常早上8点到医院，晚上9、10点才能回家，周末还要查房、开会。现在呢，朝9晚5，周末双休，有大把时间陪家人，发展兴趣爱好。其次，台湾的社会环境真的很舒适，空气好，食品安全有保障，公共设施完善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更融洽。这些都是用钱难以衡量的。阿伟的家人对小林也非常友善，从没有因为她是大陆媳妇而区别对待。相反，他们热情地带着小林熟悉台湾的生活，教她做台湾特色小吃，带她去各种夜市和景点游玩。阿伟的妈妈常说，好女孩不分哪里人，她知道我离开家乡来台湾不容易，特别照顾我的感受。小林笑着说，过年时，她还特意学着做了几道北方菜。虽然味道怪怪的，但那份心意真的很暖。小林还发现，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个世纪，他们认为台湾经济落后，生活水平不如大陆。但实际上，台湾的人均 GDP 和社会发展水平在亚洲地区一直名列前茅。台湾的医疗设备一点都不比大陆差，有些甚至更先进。小林说，而且这里的医疗资源分配更均衡，不会出现大城市医院人满为患，小地方看不上病的情况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小林在台湾医院的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，他的专业能力和亲和态度赢得了同事和病人的认可。许多病人专门预约他看诊，还有人送来自制的点心表示感谢。这种被尊重和信任的感觉，比任何高薪都更有满足感。小林说，在大陆，病人常常把医生视为敌人，动不动就录音录像，生怕被坑。在这里，医患之间是互相信任的伙伴关系。小林还开始在社区举办健康讲座，向居民普及心脏病预防知识。他流利的普通话和丰富的医学知识让台湾居民印象深刻，很多人改变了对大陆医生的刻板印象。有个老奶奶听完我的讲座后，专门来感谢我，说没想到大陆来的医生这么有水平，还说要介绍孙子给我认识。小林哈哈大笑，我告诉他我已经结婚了，他还有点失望呢。婚后的生活也很美满，阿伟不仅是称职的医生，在家也是体贴的好丈夫。两人下班后一起做饭、看剧、散步，周末去郊外踏青或拜访朋友。这种轻松而充实的生活，是小林在大陆忙碌的工作中无法想象的。以前在大陆，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了，更别提什么兴趣爱好。现在的生活才是真正有诗和远方。婚后第2年，小林回大陆探亲，顺便去医院看望老同事。没想到这一去，才真正验证了那句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古话。
刚踏进医院大门，熟悉的场景立刻涌入眼帘，长长的挂号队伍，拥挤的候诊区，疲惫不堪的医护人员，焦急等待的患者家属，一切仿佛回到了2年前。唯一不同的是，现在的小林已经有了对比的视角。小林来啦，快看看，人家现在可是台湾媳妇了。曾经的同事小王打趣道：怎么样，后悔了没？听说台湾医生待遇不怎么样啊。小林笑而不语，跟着老同事们走进了医生办公室。办公室里挤满了10几位医生，每人只有半张桌子的工作空间，桌上堆满了病历和各种文件。正值午休时间，但几乎所有人都在埋头写病历或者狼吞虎咽地吃盒饭，生怕耽误下午的门诊。哎呀，还是老样子，忙得连口水都顾不上喝。一位女医生一边翻着病历一边抱怨：小林，你是走运了，听说台湾那边工作轻松，病人也好说话，是不是啊？小林点点头，确实比这里轻松多了。我们医院规定，每位医生每天最多看20个病人，超过就算加班，有额外补贴，而且门诊时间充足，一般一个病人能有15到20分钟的问诊时间。真的假的？在场的医生们都惊讶地抬起头。我们这边一上午要看50-60个病人，平均下来一个病人只有3到5分钟，根本问不清楚病情啊。小林接着说，而且台湾的医患关系真的很和谐，2年来我没见过一起医患纠纷，更别说医闹了。医院里没有保安，病人和家属也不会对医生大吼大叫，大家都很尊重专业。医生说需要做什么检查，病人基本都会配合，这也太理想了吧。同事小赵一脸不信，那边的病人素质有这么高。小林解释道，这跟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制度设计有关。台湾的全民健保体系非常完善，看病不贵，大部分检查和治疗都有保障，病人不会有被坑的感觉。另外，医疗信息非常透明，所有治疗方案和收费标准都公开可查，没有猫腻。听到这里，科室主任也插话了，那医生的社会地位呢？台湾那边医生是不是不如大陆吃香？毕竟收入低嘛。恰恰相反，小林认真地说，台湾医生的社会地位很高，是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。虽然收入比不上大陆顶尖3甲医院的专家，但胜在清清白白，不用收红包，也不用担心被投诉、被举报。更重要的是，有大把时间陪家人，发展兴趣爱好，生活质量高多了。可我听说台湾经济不行啊，整体发展水平都比不上大陆了。另一位同事半信半疑地说。听到这话，小林不禁莞尔，这就是典型的井底之蛙思维啊。台湾的人均 GDP 比大陆高多了，基础设施完善，社会福利健全，食品安全有保障，空气质量好，公共场所干净整洁，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民生福祉。而且，小林停顿了一下，发展不只是看高楼大厦和高铁动车，更要看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文明程度。台湾的交通礼让、排队文化、垃圾分类、公德意识，这些软实力真的比大陆领先很多。办公室里一时安静下来，大家似乎都在消化小林的话。那你真的不后悔去台湾吗？终于，一位资历最老的医生打破了沉默，毕竟收入只有原来的一半啊。小林坚定地摇摇头，一点都不后悔。金钱很重要，但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更重要。在大陆，我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回家倒头就睡，周末还要加班查房，哪有时间享受生活？现在呢，我不仅能做好医生的本职工作，还能陪伴家人，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，生活多姿多彩，这才是我要的人生啊！再说了，台湾虽然人口少，地方小，但医疗资源分配均衡。不会像大陆这样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，我们那边的乡镇卫生所设备都很齐全，农村居民也能享受到不错的医疗服务。这种制度设计值得大陆学习。科室主任若有所思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觉得台湾的医疗模式确实有可取之处。不过眼下大陆的医疗改革也在推进，相信情况会慢慢改善的，那是肯定的。小林点点头，我相信两岸的医疗体系可以互相借鉴，取长补短。大陆在高精尖医疗技术上有很多突破，台湾在基层医疗和医患关系处理上有丰富经验，
双方多交流对患者都是好事。下班后，几个要好的同事拉着小林去吃饭，饭桌上的话题自然的从医疗转到了生活。听说台湾那边房价也很高啊，你们住的怎么样？一位同事问道。我们在台北市区附近买了一套2居室，虽然不大，但通风采光都很好，小区环境也不错。小林说，台北的房价确实不便宜，但比起北上广深来说，还是要合理一些。而且台湾的居住品质很高，小区绿化好，公共设施完善，住着很舒服。那生活开销呢？台湾物价高不高？日常生活开销跟大陆差不多，有些东西贵一点，有些便宜一些。小林想了想，比如水果蔬菜价格可能比大陆高，但品质也好，几乎不用担心农药残留问题。海鲜和肉类价格跟大陆差不多，但食品安全有保障，不会有注水肉、地沟油之类的问题。最大的差别可能是服务业，小林补充道，台湾的服务行业非常发达，服务态度也好，但价格比大陆贵一些。不过对于我们这种双职工家庭来说，偶尔享受一下优质服务，也是提高生活品质的一种方式。席间，小林还给大家看了他和阿伟的生活照片，周末去垦丁的沙滩度假，在阳明山赏樱花，参加台北的灯会庆典。照片中的小林笑容灿烂，明显比在大陆工作时气色好多了。看你这生活，简直不要太享受啊！同事们纷纷感叹，我们整天忙得像陀螺一样，哪有时间去旅游啊？这就是我选择台湾的原因啊。小林说，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而不是让生活被工作完全占据。2年前你们都说我疯了，现在看看到底谁是聪明人？同事们相视一笑，举杯敬小林，敬你的勇气和选择，也祝我们以后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回台湾前，小林特意买了些大陆特产带给阿伟和他的家人。临行那天，不少老同事来送行，态度明显比2年前热情多了。小林，有空再回来看看我们啊，下次带你老公一起来，我们好好接待。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医生职位啊？有的话可别忘了推荐我们。面对同事们半开玩笑的话，小林笑着点点头，两岸一家亲，欢迎大家随时来台湾做客，我和阿伟一定热情接待。也希望两岸医疗界的交流越来越多，共同为提高中国人的健康水平贡献力量。飞机起飞前，小林给我发了条信息，丽姐，谢谢你当初鼓励我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，现在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，很幸福，这种幸福感是用钱买不到的。希望更多人能敞开心扉，不要被偏见蒙蔽，勇敢追求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毕竟人生很短，何必在别人的评价里蹉跎岁月呢？看着这条信息，我不禁感慨，缘分这东西真的很奇妙。有时候看似降级的选择，可能恰恰是人生的升级。无论大陆还是台湾，真正重要的不是地域和收入，而是能否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能否拥有真正的幸福感。各位宝子们，你们觉得小林的选择怎么样呢？你会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氛围而放弃高薪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哦。丽姐，下期见。